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比较的是这两个外观很像的香水。那这一支我右手的是 Kilian 的天使之响，它是非常有名的白兰地酒香，然后有一点美食调的感觉。然后这一个呢是 Lattafa 的 Camula， 对，那你看这两个瓶子非常的像。据说啦，一开始它的灵感可能当然就是 Kilian 嘛，但我们现在两支都在手上了，我刚刚已经先试过了。Kilian 这一支呢，它一出来就是很醇厚的白兰地那种干邑的味道。那这一支 Lattafa 呢，我认为它其实好像没有酒香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可能只有30%、40%像而已哦。他们其实 Lattafa 我觉得它并没有在完全的在模仿它，它是有做出自己的特色的。那这一支一开始的话，它是有一点点白花藏在后面，它没有那个干邑的味道嘛，那它是白花藏在后面，那香草的味道，对，那它一定也是一支美食调，因为它两支都是有香草甜甜的感觉，对。那这一支的话，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，不是因为它比较贵哦，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酒香非常的醇厚，非常的有质感，对。那这两支走到后面，我觉得才会比较接近，因为他们的底蕴是有点雷同的啦。可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哦，这一支市价大概台币1000出头，这一支市价大概是5000多、6000多。等等，Lattafa 到后面5-6个小时都还有味道，那 Kilian 反而是会先消失不见哦，是不是有点意外？两个价差这么大了，但是以后调的那个存活率跟它的那个持香性，反而是这个1000块的赢了哦，这样子。我觉得两支是完全不同的啦，除了说它的瓶子肯定参考了它这个以外，你来闻闻看，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香水，各有特色。我爱它，对，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优势在，而且它比较持香哦。请学姐帮我们分享一下 Kilian Angel Share 跟卡姆拉差别。我觉得 Angel Share 它毕竟是要还原 Whisky 酒那个天使之响那个氛围，就是因为你在酿造 Whisky 酒的时候，那个橡木桶的木材会飘散出一些 Whisky 酒的香气。他们说这个是分享给天使的，所以叫天使之响。那所以这一支它在身上的呈现，我觉得它除了有 Whisky 酒桶的酒香之外，你会觉得那个香味是有变化跟会回甘的。它很像你在品一杯很香醇的 Whisky 酒，你喝完之后，你会对它念念不忘，甚至你还会再回头去品、去想那个香气跟它给你的口感。那卡姆拉这一支就很像。当你在跟朋友聚会很欢乐的时候，大家在分享很好喝的 whisky 酒的那个欢乐的感觉，它可能不会像天使之响有回甘的表现，但是它是要呈现你当下那个欢愉跟享受那个一杯好喝 whisky 酒的氛围。我觉得你可以来把它试看看，看两支在你身上的表现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，分享给你们。好的，今天介绍这两支，那大家都说它是平替，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支完全没有酒香味，平替是在中后调才会发生的事。那这支我觉得它一开始的肉桂、枣子跟香草琥珀，我觉得很像那种很热闹，大家一起开 party 的感觉。那这支就比较个人独饮的感觉，一个人喝着酒，享受那种孤独感的感觉。那这支它一开始肉桂味道消失，后面你会闻到甜甜的果仁糖的味道。那它这个果仁糖是有点烘焙过的果仁糖，烤过的，所以我会觉得它那种焦糖的口感，它会散发出温暖奶油感，滑顺的感觉。那这支它其实我觉得这支的质调，它是厚厚的贴在皮肤上啊，就一直在那里，然后那里你就可以闻到很多不同层次的变化。这是这一支，那这一支。其实我也没闻过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闻。那还没闻之前，它的名声已经响叮当了。那这支我想象的是酒香味很重，然后就是酒香味很重。那其实这支
一开始我闻到的是苦苦的酒香，那它的酒香很特别，是我很喜欢那种苦苦的味道。那到后面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是美食的那种甜度，它跟它很像，但是它不是美食味的那种甜感，它也不会让你觉得酒气太重，它就苦苦的。那很特别的是到后面我有闻到巧克力的味道，就是很香，很像干燥的果实吧，巧克力那种干燥的果实的味道。那这支我觉得它是一支成熟的大人的味道。2支你喜欢哪一支？我喜欢这支哦，我喜欢这支毒瘾。Angel Share 对，毒瘾。干杯。好，谢谢。这2支我觉得各有千秋。然后先讲味道的部分，这支我觉得它比较香甜一点，卡姆拉。然后它的香气呢比较平易近人一些，因为它的味道虽然说会拿这2支来比较，但我觉得是还是有蛮多的不同在里面。虽然大家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些雷同的地方跑出来了，但这支它前面的花香再更多一点，然后再香甜一些。然后这支的话呢，在前面的部分，它的威士忌的那个酒香味真的蛮浓厚的，一直维持到蛮后面的好几个小时之后。那这2支我觉得，如果你想要找一个这支的平替版，那这支绝对可以选，因为它的 CP 值非常的高。那相似度我觉得有到60%，应该有60-70%。60也蛮但其实如果你不会那么仔细去闻它的香气的话，我觉得差异没有到非常大。那因为我们会去很仔细的去比较它的前中后调，就是你会觉得其实差异还是有的。但如果你是刚使用香水，你会觉得，我觉得它的味道在你隔壁的人闻起来，其实差异应该不会太大，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然后再来，你可能就去选你的品牌度。有些人会还是想要选比较品牌知名度的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迷思的话呢，我觉得香味来讲，这支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推荐。那今天我比较了这2支很像，据说是很像的香水，但我觉得差异还是蛮大的。首先我们看 Kilian 的这支 Angel Share 呢，它在我身上，它的3调变化是非常明显的，尤其是前调，真的有那种橡木酒桶散发出来的那种酒香，加上一点辛香料，还有甚至有一点点的花香在里面，让我觉得很好闻。然后走到中调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非常干燥的木头的香气。然后到现在呢，我觉得它有那一种一般人喝完酒之后啊，剩下那种酒杯里面那种余韵的那种香气在里面，真的很好闻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持香真的还蛮不错的。那至于这一支的话呢，我觉得它的拉达法的这一支呢，它的添加了焦糖的香气在里面。那我刚刚觉得它很像是焦糖慕斯，一前调的时候很像焦糖慕斯的那种浓郁感，非常的甜润。然后走到后调呢，它的焦甜感那个甜度虽然有慢慢下降，但是呢，整个呈现跟前调呢味道，我觉得只是那个甜度降低了，但是它的那个酒香气也有慢慢的呈现出来。但我会觉得，如果你比较喜欢香甜感的，当然你会比较喜欢它的前调。可是你希望一支3调变化比较明显的话，这一支是更好的选择，推荐给大家。今天介绍这2支，虽然呢它平替它，但其实我觉得它们2支还是有明显的差异，各有特色。那 Kilian 这支呢，我觉得它开头呢就是酒香非常强烈，那这个香气呢是非常馥郁跟厚实的。那我一查，因为它其实就是来自干邑白兰地的特殊味道。那之后再搭配它的苹果、肉桂、焦糖，它让中调呢变成很柔和了，变得有点甜。那它的味道其实我是觉得它是从强烈到缓和，所以它前中后调的味道，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香味是不同的变化。那你如果想在秋冬的夜晚被记住的话，它真的很推荐。
而且它的瓶身其实是有巧思，它是很像我们瓶那个喝高档酒使用的杯子一样。那拉塔法卡姆拉这个呢，我觉得它开头就是非常浓郁的奶香味，而且是非常强烈的甜感。那奶香的花香加上那个香草木质，让它的味道虽然很浓郁，可是我觉得它不甜腻。那你如果是喜欢中东香，然后香料明显、暖感很重的话，这是非常推荐。而且它的持久度真的很强，它从早上喷到现在，它的在我身上的味道还是奶香的，推荐给大家。这2支，第一个 Kilian 的 Angel Share 天使之响，跟卡姆拉这2个，一般在市场大众都会拿来做平替之间的比较。但是以我们的专业角度来看，这2支完全不一样。除了瓶子方形、圆形各有特色，那 Angel Share 一开头闻到的是我是没有在喝酒，所以我也不了解干邑白兰地到底是什么味道。但是以我闻那么多支香水来说，这个一开头 Angel Share 有一点潮湿、苔藓，然后草铺的味道。那跟卡姆拉比起来，卡姆拉一开头带的是非常香甜的花香跟香草的味道，那种甜感是浑厚饱满的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说完蛋了 ，Angel Share 可能会被比下去了哦。那到了中后调，反而又差距又更远了。这个卡姆拉呢，带着香香甜甜，那花香慢慢少了，但是你会知道它的存在感一直是非常的浑厚饱满。反而 Angel Share 好像真的被天使带走了些什么香调，但是最后面居然在最后1里路的时候，这一支 Angel Share 反而是拉尾盘，很像股票一样，本来在不被看好、快要被遗忘的时候，却冲出了漂亮的花香。所以这一款我反而在最后面喜欢的是这一个 Angel Share， 它带出的雪松木质，它是干净透白的木头，带着越来越加有层次跟慢慢飘散出来的花香。所以以记忆点来说，这一支从头到尾都是带着甜腻，那但是后来却后继比较无力。虽然它的持香是久的，但是如果以柔美度来说的话，我会喜欢 Angel Share， 不是因为它比较贵，是因为它真的比较贵。